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周我们要讲一个对于很多播客听众来说都会感觉有点陌生的题目——藏区教育。我们的切入点是7月14日，中国政府关闭了位于青海省果洛州的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这所教育是于1994年由拉加斯高僧集美坚赞创办的青海省第一所福利学校，以教授藏族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科学知识为主，被誉为藏区学子最向往的学校之一。过去30年，这所学校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一位暂时不愿透露姓名的西藏知识分子发给我他写的一段话：咔咔作响的利刃在安多的半空中悬挂了那么久，如今再次重重地落下来。穿绛红袈裟的和穿藏袍的族人都在洒泪哭泣，双手举着洁白的哈达挂在已经关闭的学校铁门上。各地藏人心痛如绞，叹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关于藏区教育这个题目，我们会分上下集。这一周是上集，嘉宾叫 Ginger。Ginger 曾经作为内地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雇员，被派往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工作。他主要给我们讲述他在这所学校的所见所闻，和他在藏区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对藏族人和藏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Ginger 你好，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你当时为什么要去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大家好，我当时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个公益机构工作，当时去这个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跟现在做的工作基本类似吧，做一些数字档案的整理，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那你没有去的时候，你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概念吗？当时其实我只知道这个学校在青海，我对什么果洛州这些我也是没有概念，但是很多人跟我说这个学校在黄河边上，那我其实之前也没有见过黄河，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可能这个学校是在黄河的上游，它在一个牧区，就到处都是绿色的草地，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你能说一下你第一次到这个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是什么时候吗？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刚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周围都是那种很荒凉，我去的时候它不是夏天的时候那个学校到处都是绿色的，就是像在草原里面一样，但是我去的时候是好像是秋季的时候，所以草都黄了，然后周围很荒芜，黄河也是那种就是有点都是泥浆子水这样子。对，真的是在黄河边上吗？有多近呢？就真的就是在黄河的河滩上面，我感觉那个学校就是建在，所以你在学校很多地方到处都是可以看到黄河的。那能听到黄河吗？可以听到黄河的声音。对，我还拍了很多照片，就是学生坐在黄河边，然后学生黄河他们在念书，我觉得那个景象还是很壮观的，都是山，就是在一个黄河的河谷里面。那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学校它是有多大，然后有多少的宿舍，就是学校大概有多少人嘛？你稍微说一下。学校大概有1000个人左右，然后它是分就是初中部、高中部，所以它分2个校区。我去的时候主要是在高中这个校区，就是职高这个校区。那个学校其实真的挺大的，它是一般的建筑都不像我们内地的会盖很高，它那边的建筑也就是2-3层。或者是1层的这种建筑，很多老师都是住在黄河边的铁皮屋里面，学生都是住校的。其实学生的宿舍还有一部分的老师的宿舍是质量，我觉得建筑质量还是挺好的，都是有这种地暖，然后都是有暖气、水电，这些都是通的。然后从西宁出发去到这个学校，其实那个学校它并不是在一个景区里面，所以去那个学校的人都是当地人，然后你也没有这种公共交通可以到汽车站坐的大巴到那个地方，所以你能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当地人，然后当地人会给你一些他们经常跑这条线的司机的微信，然后你加他们的微信就说你最近要不要来西宁，然后什么时候来，你在哪里，然后我去等你，要是你不来你有没有朋友来，所以我就通常就是坐这样的小巴车去，那个车可能就7-8个人吧，顶多能装，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那个车上唯一的一个汉人，然后他们都是用藏语交流，我基本上都是听不懂的。
对。那你能说一下这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分别是什么样子？那些学生其实当时最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那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僧人，他们是一个僧俗共学、僧俗混校的一个教学的模式，我还是觉得很新颖的。有很多老师都是什么著名佛学院毕业的那种高僧大德，然后学生很年轻，他是有初中嘛，就是适龄的年龄的8、9岁的学生，然后一直到非常老的长了胡子的学生都有，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校。大概有多少是僧侣呢？我觉得至少1/3以上都是僧人。对，学生的话1/3以上都是僧人，老师的话其实有1半以上都是僧人。都是穿着那种绛红色的僧袍。我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1年4季好像都穿那个，我还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换衣服？就是你们不会觉得冷吗之类的？但是他们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1年4季都穿的差不多。对。你对这些学生和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能给我们举1、2个例子吗？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当地我因为在教职工食堂和他们老师一起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的。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去那个食堂吃饭，我其实就经历了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当这个学校的校长走到这个食堂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站起来给这个校长鞠躬，直到这个校长落座了之后，大家弯的腰才直起来，然后再回到座位上面继续吃饭。当时作为一个汉族人，我也不信仰藏传佛教，我其实是非常错愕的。后来我逐渐的发现，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我们这个普通的学校也不太一样，所有的老师都是非常的受到学生的尊重，然后学生在看到尊重的老师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的去给老师让路，站到道路的两边，然后把手背在背后，然后给他们鞠躬。你给我看的一个视频，你开车进去了，然后那学生都对着你的车在那鞠躬，鞠得很深的躬。对，是的，那个真的是当时觉得很壮观，因为我觉得我是承受不起那样的大礼的。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因为我在车上，还是因为我的朋友在车上。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个教职员工，学生看到我们2个人都在车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然后就站在道路的两边。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受不起啊？对，我真的觉得我受不起，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修电脑的人，但是他们学生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外面来的老师，他非常的懂科技，然后我们觉得很敬重他，所以他们对我也是非常有礼貌。对。那作为一家福利学校，这个集美兼在民族职业学校免费给学生提供教育，甚至还承担一些学生的生活费和日常开支，你知道他们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学校它其实是一个当时国内的 NGO 圈子很流行一个术语叫社会企业，所以这个学校它其实是有一个社会企业在资助它的，这个企业也是这个校长他自己开的，所以这个校长不仅是一个教育家，还是一个企业家。他当时为了帮助这个牧区的牧民提高他们的收入，开了一个这种奶制品的公司，叫雪域珍宝，这个应该是可以查到的。然后它主要就是生产一些奶酪奶制品，然后当时这个技术也是国外的一个专家资助到当地的一个技术。他们把这些奶酪刚开始做好了以后，都是有非常稳定的销路，可以直接销到海外的。但是后来因为某些我也不太清楚的原因，这个销路就断了，没有办法再做出口的生意了。所以后来这些奶酪就是有专门的代销公司，他们往国内卖。我其实是知道他们这个东西是在国内的京东、阿里巴巴都可以买到他们家的奶酪的。那这个奶酪厂的收入就是供给了这个学校的很多的开支。那后来这个奶酪厂的盈利有所下降了之后，他就有一点没有办法供给这个学校的开支了。然后校长呢，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所以他通过自己的募资也拉来很多基金会，拉来很多企业给他资助。后来就是在这个学校被关闭的之前几年，政府也有一些资助，也给学生的一些生活上的补贴，给食堂有补助，然后会有一些固定资产的捐助。也有一些 NGO 组织是吧？也有一些企业，确实也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的 NGO 的支持，对吧？
对，我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这个 NGO 的这个法条规定已经不能接收国外的钱了，所以我当时接触的都是国内的一些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才派到当地去做一个资助的。对，那你给我分享的他们的课表里面提到有不少有意思的科目，比如说这个英明学、心理健康教育、天文学，你能跟我说英明学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学校的课程为什么是这么设置的呢？对，它这个学校，它的这个课标，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按照国家的大纲来上的。学校的很多科目都是因地制宜，当地的老师就是根据这个传统的藏人社会和牧区的这个现实进行一些改造的一些校本课程，他们的教材也都是自己改的，然后正规出版的一些课程。然后像阴明学这样的课呢，它就是一个有点像佛教里面的逻辑学，大家应该看过辩经吧，它基本上就是有点像这个和尚之间喇嘛之间在辩经，然后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它这个逻辑学如何立论，如何推翻一个论据，如何做一个假设，然后如何证明一个假设，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上这个。然后这门课其实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学生他们每天都是有2门的辩论课的，2门每天？对，他每天有他有2段时间2节课是吧？2节课，每个节课大概是半个小时吧，让他们去做这个辩论的这个动作。是在黄河边上吗？因为我去那个西藏的时候看过他们喇嘛在那个寺院里面辩经，是在外面院子里面辩经的，很好看，那个手势很大，就是肢体语言很生动。对，是很生动。他们我是围观过很多次，一般辩经都是在室外除非是下大雪，他们可能会到就是室内的一些大的会议室去，在室外基本上都是在吃饭前后去，他们会有一个这样辩论的练习，就是根据他们今天所学的内容，然后有一个1对1或者是1对多的学生之间的一个辩论。他们甚至有这种辩论比赛，就是每周会有这种辩论比赛而且他们这个辩论比赛不仅是有藏语的，也有汉语的和英语的辩论比赛。这样子的。对，他们是汉藏英是3语教学。对那是在黄河边上吗？我只是在想象一下。他这个不一定是在黄河边上，很多时候我见到他们辩经其实是在像操场上像在食堂边上，我见到的是最多的。对，大概有多少人同时参加呢？一个班吧，一个班大概30-40个学生，然后他们会1对1嘛，就是分成2排，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然后这个在站着的这个人他动作就会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这种手势，然后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有气势一点。对，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天文学，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课表上面，他们的课表上有天文学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但是后来其实我去听了一下他们的课，虽然我大部分的东西都听不懂，但是我发现这是一门讲究这个天文历法，就是他们的藏历其实是和我们的汉人的这个农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会教这些学生怎么去测算这个应该叫这个天文的历法，他们藏历是如何去测算的。所以我后来跟这个藏人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知识是非常广博的。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知识体系其实是和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反思我自己，我们的教育好像这个什么清明节什么古语这些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要如何测算他们，我觉得我都是不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对这种天文地理真是如数家珍。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所学校整体来说给你的感觉和你自己在中国上的学校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你也去西部的很多学校都去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也给我们对比一下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对，这所学校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们那些学生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和别的我去的西部农村的学校不太一样。那别的我去的西部农村的学校，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也是在这个应试教育的这个框架之下吧，所有的学生他们其实好像学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考试，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很严格，然后对知识本身的了解他们是没有特别的好奇心的。但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对知识本身的了解和尊重，和比他们更有知识的人，就比如说像学长或者是老师，他们那种尊重那种向往，我觉得是让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所学校学生的自己组织的能力特别强。就比如说这个学校它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像运动会啊，还有他们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让这些学生去办一个活动，比如说知识竞赛。还有他们当时办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他们把那个藏语的新词去做一些改造，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事物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去造一些藏语的新词来形容这个新的事物。他们当时办了一个这样的比赛，然后我去围观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他们与时俱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厉害。能举个例子吗？就说什么样子的新词呢？他们当时就是学生其实都很喜欢用手机玩的游戏，然后他们就在讨论这些冲关啊、打怪啊这些词语都要用藏语怎么说。对，他们觉得用汉语说或者用英语说都不太好，就是他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藏语来形容这些词。哦，好有意思，好有意思。那你在学校里面被称为就是修电脑的女的是吧？你觉得那里的就是你刚才也说了，这学生对这个与时俱进是吧，会造词了什么的，那你当时也帮他们做一些这种的digitization 这种电子化对吧？那你觉得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对于现代科技，就比如说电脑、互联网、视频什么这些东西，他们的兴趣是很大吗？他们都在做哪些事情吗？因为你一边想的是汴京，一边想着藏历的这种天文学，一边还有另外一些其他的这种的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其实那些学生就跟我们普通的十几岁的少年一样，他们都非常的活泼，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喜欢打电子游戏。当时玩快手，就是我在的时候，他们玩快手玩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对这些现代化的科技是非常喜欢的。学校的2个专业也很多人喜欢，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那个电影制作，很多人都很想去上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专业，因为他们就可以自己录一首 MV 之类的剪出来，他们觉得很酷。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其实想象的就是高原他们应该是很落后的，他们的电脑都很破，然后我大概是这样设想。但是我去了后发现他们很多人都用苹果的电脑，就用的电脑比我还好。因为是这样，他们很多人用苹果电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苹果电脑有藏文输入法。哦，对，所以他们用苹果的所有的东西，用苹果的手机也好，用苹果的电脑也好，都是因为他们的藏文的那个输入法键盘都做得特别好，他们就很喜欢用。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不会用汉语打字，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我基本上跟他们交流都是发语音。他们打汉语的汉字那个拼音就经常会有错字，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发语音的。我在当地认识了他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理员啊什么的，他们很多人其实是非常想学，非常的有动力去学习，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想开一个什么佛教的网站之类的，想开一个公众号，所以他们非常的善于学习。对，但是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没有做到很多让他们更好的去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使用这些互联网工具。你去的时候还给他们做了一个视频的网站，还是一个视频的这个数据库，你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当时的这个视频网站主要是哔哩哔哩还有腾讯视频，他们2个视频网站的这个审核机制都基本上不能让我们顺利的上传藏语的视频，就基本上任何的我们一个藏人在唱歌跳舞弹着这个他们藏族人的这个扎念这个乐器的这种视频都没有办法上传，都会被审核，都会被拒绝发布。所以我们当时是派我过去，是给他们开一个这种小小的这种视频的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大家想看视频的话可以互相传一些视频。
这样子。这些学生他们毕业了以后一般都是去做什么呢？集美建赞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毕业了之后的出路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有的可能就直接回家乡，像我知道的，我认识的学生，学计算机的、学电影制作的学生比较多，他们可能回到家乡就开一个打字复印店开一个什么文化公司。也有出国的，就是可能他们学英文的学生，他们可能后来就考了大学，考了大专，然后不断的读，现在也有在国外的人。然后也有的就是去当老师，然后也有的就是比如说去当了大学以后，他去考这个编制，去当公务员，然后或者去做生意的，真的是多种多样。对，对，一般的藏族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出路是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做牧民，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工作出路吗？你知道的？其实现在的藏区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就是选择比较多的就是做服务业，因为藏区的旅游业发展比较好，然后很多人他们可能上了这种初中高中之后，他们也很难回到这个牧区再去过他们这种传统的游牧的生活了，所以很多人就会留到县城去做一个司机，或者是最开始可能没有钱买车，可能就到一个餐馆去做一个服务员，做厨师。然后女生的话，一般就是在酒店里面帮他们做前台、换床单之类的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在藏区是算比较好一点的工作呢？这个其实我也没有做过调查，我也不能这样说。我会觉得我认识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里面，大家更偏向于去做一些保护传统文化的工作，就更加是跟藏族文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大家可能会对保护自己民族文化会有更多的意识。而我认识的别的藏族人，他们可能初中毕业了之后就会去做服务业，然后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和汉人待在一起。对。那你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学校的师生对于就是中国政府还有汉族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其实是在这个学校的后期慢慢的才感觉到，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我这个人出现在学校里面还是有戒心的。而且这个学校其实它虽然非常的推崇民族文化，但是它从来不说家国政治之类的东西，在课堂上面他们就是去教这个文化，教这个学科本身。在这个学校的教室里面，其实也就是把这个中国的国旗还有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每一个领导人都挂在这个教室的最前方。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到了地方教育局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听说，这个地方的教育局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想把这个学校关掉。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配合教育局，教育局说你们这个东西不行，需要整改，那他们就马上配合教育局去做整改。然后当时学校里的一些标语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学习雷锋的一个活动，其实也都是因为教育局的一些要求吧。我待到后期的时候，我也交了几个朋友吧，然后他们会更加的信任我。然后这个学校就基本上所有的老师都是藏族人，汉族人老师是非常少的，可能也就1、2个、2、3个这样。然后通常也就是教汉语或者是教电影制作这2个科目。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个藏族人，可能汉人社会里面也会叫他是一个管理员或者是一个校工这样的。我们2个最后就是逐渐的更加熟了，我多去了几次以后，他慢慢信任我了，他就开始跟我说一些他们生活的不便吧。他说你有护照，你全世界都可以去，你去国外也可以，去拉萨也可以，但是我连去拉萨都不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费解，因为我觉得藏族人去拉萨好像还是挺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跟我说，他们的那个身份证上是有一个标识，只要他一扫这个2代身份证，别人就知道他是一个僧人，所以就不会允许他去拉萨。但是对于藏族人来说，可能去拉萨朝圣是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所以所有人都很想去。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其实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当时也就是20几岁，他就是觉得我这一生一定要去拉萨，所以他就是在他比较年轻18、19岁的时候
就是做了一次人生巨大的冒险吧。他就换了一身衣服，他把他自己的僧袍给脱了下来，借了一身俗人的衣服，然后借了别人的身份证，跟家人偷偷的跑到拉萨去，然后到处玩，看大昭寺啊，看布达拉宫啊，这样子。然后他照了很多很多的照片，然后他特别兴奋的跟我分享，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很为他高兴，但是我同时也很为他心疼，就因为我觉得我们汉族人可能去那些拉萨那些地方是很容易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说一些对于，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对于汉人的态度，我觉得他们是对于这个当局，对于现在的这个政策的一些态度，他们其实最在乎的就是不让僧人出家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不让普通的学生学藏语了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根本，所以他们当时去给我讲了很多，就是他们身边的人小孩子回到家里不会说藏语的故事。那你能说一下，就是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不让僧人出家？因为现在在藏区很多很多的寺院，基本上大部分的寺院都受到了这样的压力，就是不允许这个未成年人的僧人出家。传统的藏人社会里面，一个孩子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会去做决定，说自己要做僧人还是俗人。那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在这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接受了基本的这个教育了之后，他们就决定可能我要出家，他们就会到寺院里面去，然后穿上僧袍呀剃度呀之类的。但是现在这也是他们的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就是他们的宗教和教育是紧紧相连的，对吧？没错没错，这是他们这个僧俗教育的一个方式。那传统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接受教育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到寺院里面去，有的是长期的，就是直接就剃度出家，有的就是像丁真那样子，就是只是去短期的学一些藏文藏语传统的文化，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这两种方式都其实是在被很大程度的打压，他们的借口就是说在未成年人之前你不能出家，那成年之后我没办法管你。可是这个藏族的这个僧院教育，它就是需要一个青少年长期的这种浸润在传统文化里面，背大量的经文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藏族的知识分子佛教徒的。那这个不让学藏文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在这所学校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这所学校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所的这个用全藏语去教学的一个学校了。我当时是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吧，然后我就问他们，就是你如果上一个普通的学校，他们就学不了藏文了吗？然后他们很多人就跟我说，这个普通的学校其实都教的藏语，即使是有可能一个星期也只有1节藏语课，然后大部分的所有的科目都是用汉语教的。我觉得它的区别在于，可能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的藏地，他们即使是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这些教育的什么数学课啊，这些什么思想品德课，其实都是用藏语教的。但现在已经基本上全部改成了用汉语去授课。那藏族小孩子他们的藏语的能力是下降了吗？当然对，因为藏语它是有一个书写系统的，这个书写系统基本上是父母没有办法教给孩子的，所以他们唯一能够说藏语的时候就是和父母去交流，和亲戚去交流的时候。那如果是在学校里面不学习，那他们逐渐的就会失去这个语言的使用能力。他们觉得他们的传统的文化其实就是承载于这个藏语之上的，如果是不学藏语了，他们其实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把这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些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讨论到什么天文学啊、医名学这样的东西，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了。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仅仅关于用哪一种语言教学的问题，是关于他们民族自己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打压和侵害。对。那你在藏区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对藏族人和藏区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变化很大，因为我在去藏区之前，我感觉藏区是首先就是像旅游景点一样，对我来说就是风景很好，可能会比较贫困，然后比较落后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藏人的生活是相对来说还是挺富裕的，不管他们是做虫草生意还是做旅游生意，他们其实相对来说在这个经济上面还是不错的。对，但是他们的这种文化上面包括他们每年3月份的传统的藏区盐管月被打压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去藏区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你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你怎么知道3月份是严管乐的？我去这个学校有2种方式，一种是从西宁过去，还有一种方式是从成都过去。然后有一次我是从成都过去的时候，我经过了这个阿坝。我当时是在3月份到这个学校的。我当时到阿坝的时候，其实我是并不知道那一天具体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阿坝的大街上面到处都是解放军，甚至不是警察，然后还有很多人是穿着便装，然后可能隔10步就有一个人坐在一个塑料的凳子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个保温水杯，这种人就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就好像放哨一样。当时我只知道3月份是藏区的严管月，要严管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可能会有人闹事吧之类的。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人跟我说，当天其实是阿坝的一个自焚的一个纪念日，大概在2007年、08年的时候，有人在那个阿坝的街头自焚，然后当时发生了很多这个警察和民众之间的冲突，然后死了一些旁观的路人。是2009年，是西藏安多这边有很多的自焚，然后截止到2017年11月，有至少150名经报道的喇嘛、女尼或者是农牧民在内的藏人自焚，其中大约有126人死亡。这是我在这个维基百科上看到的这个藏区连环自焚事件。然后藏族女作家维瑟称之为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政治抗议浪潮。我就念一下这个维基百科，因为我觉得给大家一点点这个背景知识吧。就是根据媒体报道，这些自焚者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国政府对藏区的高压统治、宗教自由限制、同化政策，并且要求让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然后中国政府就是把这些事件归咎于中国境外的西藏独立势力，说是他们煽动教唆的。你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当时到了阿坝，实际上你是入住了一家酒店，对不对？对，当时我是朋友介绍我，他说你去，他帮我预约了那个房间，然后我就去住那个酒店。我后来才发现，就是因为那个酒店里面有好多这种汉人男性，我就看他们都会说汉语，我就跟他们聊天。因为我朋友当时跟我说，你最好不要出去走。可是那是我第一次去阿坝，所以我还是挺兴奋的，就想出去看看风景啊，然后到处看一看寺院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跟这些我看到的这些人聊天。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都是从成都到阿坝去做这种维稳的特警。他们跟我说，这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让我放心，出去走一走是会很安全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懵懵懂懂，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啊。我后来才知道，街上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戒严的状态。阿坝其实是被称作是自焚之都。后来我也才知道，就是这些很多藏族人他们自焚，他们其实会留遗书，然后那些遗书里面他们留下一些很感动的话，就是告诉他们的家人说，你们要和你们的汉人的邻居搞好关系，你们要搞好汉藏关系，你们不要恨汉人。对，因为很多报道都会说他们想要西藏独立啊之类的，但是我后来看到这些东西后，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当时我在藏区工作那么久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也很想去做一些事情，搞好汉藏关系。对对对，其实没有那种的对于汉人的这种的敌意，是吧？我反正去西藏旅行的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大家都是那么好。他对这个个人，他能见到的个人，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他在敌意的是这个政权。对，对对对。那你是怎么得知这个集美兼赞民族职业学校被关闭的消息的？然后这些学校的师生得知学校被关停有什么反应？还有就是你所知道的藏人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我当时是刷朋友圈看到的，我当时的朋友圈就是在有一天突然所有人都在发一个截图，就是校长写的一段话，说这个学校以后就要关停了，然后为什么关停，给大家解释，是一个用汉语和藏语发的，大家都在发这个截图。他怎么说？他就说这个学校的关停和任何的机构和个人没有关系，然后是这个国家大政的一个方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就其实也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大概就是有一点安慰大家的意思。对，很多人看到这个以后就哭，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在听说了这个学校要被关掉了消息以后，他们都在抹眼泪的视频。对，我看到了，就是好多学生应该是在操场上，是吧，都在抹眼泪。对，我当时看到了，我自己其实也是
默默的哭。比较震撼我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评论，虽然这个视频最后没有被删掉，但是他的这个评论很多都被删掉了，然后很多人写评论或者转发这个视频的人都会就直接被叫到公安局去，让他写保证书，训斥他为什么是你有什么不满的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应该是微信上的一个审查机制吧，就是把所有的藏语的这个评论都屏蔽掉了，然后也不允许藏语的评论被发出来。对，你能跟我们说几个就是你特别感动的这些评论吗？他们都怎么说的呢？就是有人说我们整个拉加镇别的没有，就只有一个学校，现在学校也关了，然后我们拉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拉加整个拉加的人都在哭，整个果洛州的人都在哭，整个藏区的人都在哭。我们原来10年前我们藏人可能就上街了，就起义了，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做，我们现在连哭的大声一点都怕被别人听见了，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无力的感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我认识的老师，他们每天都要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然后电话那一头的人可能就是说不了2句话，然后就哭起来，然后老师也不会把电话挂掉，就听着他们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无力。当时学校被关掉的时候，其实我算是一个没有他们那么伤心的人，其实我也是跟很多朋友在打电话，然后听到他们哭，就是在安慰他们吧。对，对。那你知道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接下来会去做什么？他们有告诉你吗？学校是有他们进一步的打算的，但是这里我不太方便说。学生他们可能就会有的就回家乡回寺院，因为这个学校他的学生他是来自3大藏区5省藏区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的学生，他们可能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选一个他们家乡的这种公立学校去读书，如果要继续读书的话。那有的老师可能就会去找别的出路吧，可能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去进一步的去进修。然后僧人的话一般就是回寺院，因为寺院其实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 Ginger 你有什么推荐？我推荐一部电影，是万马才旦的《气球》。这个片子它其实就是讲现代的藏区的牧民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觉得再去讲一些很伤痛的历史什么的，大家看了也都会很抑郁啊。但是如果大家看现代的藏区的那些牧民，他们在处理比如说生育要生几个孩子，他们男女之间的这种结婚啊也好，就是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更有趣的一个东西，然后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就是现代化对于牧民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要看书的话，我觉得看阿加维瑟的书就很好，就是有一个藏人作家，他一直用汉语去写作，他叫维瑟，然后他写的很多书我觉得都很不错，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对，维瑟也在 Twitter 上，大家 X 上，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他，关注他。是，然后再推荐一本叫《吃佛》，就是 Eating Buddha。这本书是一个外国的作家，他当时有点像我，就是跑到阿坝这个地方去，阿坝是藏人的自焚之都，然后他去当地做了一些访问，去访问了很多当地的一些自焚的人，然后挖掘了一些当地的历史，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除了拉萨的达赖喇嘛那个噶夏政权以外，其实在安多藏区他们也是有独立的一个叫美桑王国的一个王国，所以大家可能会更加的理解说就是中藏关系之间其实中间会有很多的中间地带，他们当地的那种庄园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大家会更有概念。这本书其实描述了很多流亡藏人目前的处境，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名字叫 Eat the Buddha， 然后他那个作者呢就是Barbara Demick， 他是写那个我们最幸福写北朝鲜的那本书的作者，也是写得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意象就是当时红军他经过阿坝的时候他们太饿了，所以他们去吃当地的一种叫多玛的东西，就是一种3巴捏的佛像，然后上面有很多酥油，他们觉得这个就当时很饿嘛，饥不择食，然后就把这些佛像都吃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后来的发生的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汉人对藏人的一些侵害的一个意象嘛，就是他们最后把这些宗教啊这些佛寺很多都毁灭掉了。对。最后推荐一本书就叫《缅甸岁月》，是乔治奥威尔当时在缅甸做警察的一本自传体的小说。The Burmese Days 我也很喜欢。对，当时的缅甸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所以当时乔治奥威尔其实在缅甸有点像当时我在藏区的状态，就是夹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
对被殖民者是充满了同情的，可是对殖民者的这种殖民行径，我们是试图想阻止，可是我们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就是去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能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变得更好吧。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中国读的，我觉得很适合被困在中国体系里面的人去读那本书。谢谢 Ginger。这一期我们会以一首藏文歌曲结束，歌名是《充满光明的母校》，由集美坚赞校长作词，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学生们演唱、演奏和录制。歌词的中文译文在 show notes 和文字版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那一幕就